天气寒冷，全台急冻，呼吁大家都一定要注意保暖。但一样，政府离人民的距离绝对不能像寒冬一样的遥远，也绝对不能像寒冬一样的冷漠。明天1月11号是司法节，但在野阵营是要上街头抗议司法不公。其实很明显的，大家都知道，我们要追求司法正义，就必须要一样标准，勿枉勿纵。柯文哲前主席他的官司由他自己来争取清白，但更重要的是，身为一个第三大党的在野党党主席，已经裁定7000万交保，并且有电子脚镣了，还被说有串证逃亡之余而收押禁见，真的有符合比例原则吗？如果说要讲司法正义的话，我们看看同时间有100亿赌王之称的嫌疑犯，居然在交保300万之后弃保潜逃，而最近在脸书发文开呛，还被法务部长讲说欢迎他回来投案。什么时候台湾的司法，什么时候台湾的法治沦落到欢迎通缉犯回来投案？莫名其妙。所以这就是民进党政府主政之下的双重标准，让国人无法适从。再来，我们也说，今天我们要面对的宪法诉讼法，行政院昨天院长亲上火线，讲说复议的3大理由，窒碍难行。很抱歉，行政院你已经逾越了你的职权，因为这明明是司法院相关的工作。再者，如果说真的有所谓的窒碍难行之处，其实非常简单，非常好解决，就是赶快提出正常合理的大法官人选，来给立法院审查，尽速通过补齐大法官人选，不就好了吗？说穿了，过去到现在中华民国宪政体制上，大法官的人选很少有出缺的时候。为什么？因为当总统提名的时候，就已经提出了适合适任、品格兼优、符合大众期待的大法官人选。但没想到，在现在赖清德主政之下，所有的人选不是绿有有，不是用人为赖，就是用人为绿。这真的有我们以往对于大法官的一个风骨吗？所以在野党的条件非常的明确。当初我们在7位大法官审理3天的时候，我们也都直球对决。我们不要废死大法官，我们要专业知识、人品评养，可以让国人大众信服的大法官人选，只要补齐，我们就能够让他尽速通过，找回司法正义，找回人民对司法的信赖，就请从提名正确的大法官开始做起。谢谢洪孟凯委员的发言。接下来，请张志伦委员发言。麦玉珍委员，请准备。院长、各位委员、各位媒体先进，大家早。民调过半支持警消，行政院务对撞民意。本院于周2院会通过警察人事条例修正案，主要是将警察退休金所得替代率任职满36年到40年以上的所得替代率调高到80%。行政院长卓荣泰却在脸书发文表示，立法院提高警察等人员退休所得替代率上限至80%，将造成国家财务缺口。立法院未先征得行政院之同意，就是严重违反法律，也破坏了先前2院就中央总预算所协商达成之协议。行政院断然无法接受，爱难执行。本席对卓荣泰院长的说法实在感到非常的纳闷。政府可以扶植黑熊学院，让黑熊学院有外交部的补助，让黑熊学院上公益劝募平台，跟弱势团体抢资源，让黑熊渲染战争焦虑，大搞全民国防，却对为国家付出一生的警消同仁说，政府不再提供保证。他们的晚年生涯，政府无法照顾，
这显然是政府欺人太甚。我们都知道，警消的工作形态，每天面对高压、作息不正常的工作形态，当然晚年需要政府给予更多的保障，而这保障原本就是政府答应的，基于信赖保护原则，照顾警消同仁的晚年生活，就是政府该负的责任。提高所得替代率，只是还给警消一个公道。本席拜托行政院，警消同仁一生的奉献，政府理当负起照顾他们的责任。政府要成为全民信赖的政府，而不是把人民当傻子。表面上尊重警消，背后却直接捅他们一刀。这2天的网络民调也表态支持警消所得替代率提升至80%的占53.1%，超过半数，表示大多数民众是支持照顾警消的。本席呼吁卓荣泰院长一定要倾听民意，体恤警消，遵守政府照顾警消的承诺，不要再说什么照顾警消挚爱难行的这种话，让政府成为真正全民可以信赖的政府。以上，谢谢。谢谢张志伦委员的发言。接下来，请麦玉珍委员发言。罗志强委员，请准备。院长好，各位亲爱的家人，大家早安。最近我们目睹了一连串的荒谬的司法操作，让人很遗憾。司法体系是否还能秉持公平正义吗？还是已经成为政治权力的工具？侦查无期限，办案无公理。媒体以抿嘴，毫无节制的爆料抹黑，公审成为常态，司法程序公正性却彻底被糟蹋，侦查不公开，已经成为笑话，无罪推定更像不存在的空话，甚至出现法院如同听命行事的荒唐现象。检察官的举证靠讲故事还有推论，法官的独立性当然无存。司法改革的核心原则，审查分立判，就是分立判，更是对主价值的嘲讽。过去某些人常批评司法公信力，强调要终结院检一家亲，2打1不公平。然而，今天我们看到的却是司法体系被一步的操控的恶劣现象，不仅仅是院检一体，更是进化了成为党检媒院一体的荒唐状况。这样的操作，我们对司法是否还独立政治吗？还是已经变成操作政治拿来压迫人民的工具？我面对这样子的现实，我们不能再沉默了。这不仅是对特定政敌的打压，更是对每一个勇敢发声、勇敢抗议的威胁。单纯我们的恐怖的手段，民族根本不再存在。家人们，我们不能让正义睡着了，我们不能再沉默了，我们一定要站出来。明天1月11日星期六下午2点，自由广场，大家一起站出来，我们要还给我们司法正义，还给我们公平民主，还给我们的公民正义，反对政府压迫人民，拒绝政府滥用司法，我们一起守护台湾，台湾加油！谢谢大家。